辉宝今天明白了，要想摔完，还是得靠自己争取。今天下午，爷爷单独让爱宝去室外放松，但瑞宝、辉宝今天下午时没有睡觉，反而活力旺盛。看到妈妈去了室外，也跟来了门口，催着爷爷也让自己出去。辉宝一有脾气和不爽的时候，就会在地上扒拉地面，一只脚还要踩在姐姐身上。这次甚至急得辉宝在通道门口都倒地了。不过下一秒，爷爷就给通道门打开了。辉宝表示，这次能出门可真多亏了自己。姐妹俩如愿以偿的来到室外后，结果就被自己挤在了树缝。明明小树旁边的风那么大，但姐妹俩偏要从树缝里过去，而且谁也不让谁。姐妹俩就喜欢给姨姨们整点活，结果就是卡在缝里都出不来。姐妹俩横在一起比爱宝还要胖。姐妹俩挤出来后，又爬上了雪堆，一人站在一边，像是要一决胜负的样子。辉宝咬着瑞宝的皮套，给姐姐推下了雪堆。因为雪坡太滑，瑞宝直接摔了一个乱七八糟。一会儿爱宝吃饱了，来到瑞宝、辉宝身边，和姐妹俩一起玩耍，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模样尽显幸福。不过爱宝带着姐妹俩玩起来，就忘记了回家，将爷爷在门口连连呼喊爱宝。但此时玩开心的爱宝选择了无视奶爸的声音，这下也将爷爷难的了。辉宝不回家，将爷爷来劝的场景都能被姨姨们拍出韩剧的感觉。今天上午，爱宝带娃出门玩耍，辉宝依旧是一个粘人的小妖精。永宽说辉宝不太好断奶，这都是有理有据的。反而瑞宝在独立高冷的路上越走越宽，总是自己跑去一旁玩。瑞宝自己挖了会雪洞，又来到了小树旁。瑞宝原本想爬上树的，结果发现自己小树上的雪洞的硬邦邦的。瑞宝觉得在上面睡觉一定会个屁股。瑞宝在晒太阳与自己的屁股之间选择了自己的屁股。瑞宝转念一想，又打算爬下树了，结果雪上太滑了，还没等瑞宝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下来呢，就一个滑铲摔了下去。瑞宝拍拍身上的土，钻进了小床下面。这块地方是室外园区唯一一个没有雪的地方了。瑞宝给园区各个地方都玩耍了一遍，最后回家时对园区也没什么留念的了。辉宝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园区，母女俩一人在一个小床上分别吃着自己的竹子，而辉宝也很会给自己安排。辉宝此时在室外也是独享一个小床的竹子，不过很快将爷爷走了出来，开始哄他大外孙回家。将爷爷先是给爱宝吃剩的竹子进行了收拾，同时慢慢等待辉宝吃完手里的竹子。将爷爷整理完竹子，摸了摸辉宝的小脑袋，又给辉宝擦了擦身子，然后说着一番甜言蜜语的话。辉宝还在迟疑，决定自己要不要回去，将爷爷的彩虹屁一直不停的输出。不过这对辉宝还是有用的，最后辉宝在爷爷的彩虹屁的驱使下，半推半就的回了家。听永宽说，乐宝最近活力旺盛，有姨还不信，今天乐宝就直接给姨姨们展示上了。乐宝不断在雪里打滚，只为扑灭自己心里那份对爱宝的躁动。因为昨晚爱宝讲明年他们不会见面，乐宝知道了这一真相，今天只能用血来发现了。爱宝带娃本来就烦，看到乐宝这不值钱的样子更烦。爱宝这里此时正在产青团，没眼力劲的瑞宝一屁股坐在了妈妈身上，转头还嫌妈妈碍事儿。瑞宝转过身，把妈妈抱在怀里，问妈妈为什么挡着自己。瑞宝这里有点3天没打上房揭瓦了。爱宝铲完青团给瑞宝腾开位置，瑞宝非但没有放过妈妈，还有转身把屁股放在了妈妈的头上，接着又不怀好意的给尾巴盖在了妈妈的头上。只能说咱爱宝脾气好，对瑞宝这样的调皮行为丝毫不生气。眼看妈妈不理自己转身走了，不过走到一半瑞宝又回来了。瑞宝自顾自的钻进了妈妈的怀里，爱宝再次让瑞宝和姨姨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温暖。爱宝给瑞宝搂进怀里，让瑞宝一起睡一会儿，但瑞宝此时心情浮躁，根本睡不着。再次看到妈妈不想和自己玩，瑞宝来到了爷爷的门口，想找爷爷跟自己玩，但爷爷也没来。此时的宝家只有瑞宝没有在睡觉。瑞宝习惯了妈妈和妹妹的陪伴，这突然自己一个人了，简直无聊透顶了。见永宽将一根胡萝卜插在地上，自己一脸愁容的站在通道门口前。永宽此刻好想能有人懂自己。今天瑞宝、辉宝难得的一起出门营业，又一起同框出现在了小树上。爱宝这里看到姐妹俩今天都陪自己来室外晒太阳，心里也很开心。就在所有人都感叹园区的美好时，永宽却皱起了眉头。这时通道门打开了，瑞宝看到后就从树上下来了，跟着妈妈回了室内。辉宝这里则在树上睡起来了。辉宝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亮台了。永宽走来园区，高举一块胡萝卜想放辉宝从树上下来，看得出辉宝是想吃胡萝卜的，但就是不想从小树上下去。永宽跟辉宝开始了拉扯，就看谁的欲擒故纵玩得好了。永宽一直蹲在小树下举着胡萝卜，
而辉宝这里则是假动作不断，辉宝也没想直接放弃胡萝卜。永宽站起身，又开始拿着胡萝卜缠辉宝，但辉宝根本不想下去。好在有胡萝卜在，永宽还能跟辉宝拉扯一下。如果没有胡萝卜在，辉宝都不搭理永宽。永宽眼看辉宝铁了心不想下来，先给胡萝卜放下了，自己去到了小木床上收拾竹子。辉宝就这样舒舒服服的在小亮台上躺着，永宽扛着竹子离开，先去给竹子放下，之后又重新折返回园区。永宽将胡萝卜插在了雪地上，然后爬上树挑逗了一下辉宝，顺便还检查了一下小亮台上的雪，防止辉宝踩空。永宽给亮台上边缘的雪稍微处理了一下，永宽哄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。永宽将胡萝卜放在了园区，然后先回去了，想着等辉宝玩够了自己会回去。这是江爷爷在福宝离别前跟妈妈很普通的一次通话，江爷爷和母亲相互问候彼此今天的情况。而江爷爷没想到的是，这次镜头记录的通话成了自己对母亲的一个留念。江爷爷这时表示，自己的母亲今年已经88岁了，但是身体很健康，行动自如。18세 되셨는데 아직도 잘 걸으시고 정신도 또렷하시고 말씀도 잘하시고 식사도 잘하시고 시력도 좋으시고 잘 듣고 아주 복을 받으셨어요. 江爷爷跟母亲通完话，来到了餐馆，跟同事们聚餐。同事们之间有说有笑，氛围很是融洽。第二天，江爷爷休班，江爷爷来到了他的小农场。江爷爷给自己种植的小葱浇了浇水，除了除杂草，在园区忙碌。休班了依旧很忙碌。江爷爷还在自己农场里安装了一个集装箱。江爷爷此时所在的位置是自己的集装箱里，一个累了可以随时进来休息的地方。休班一天，江爷爷再次上班时收到了永宽因为下雪摔伤的消息，所以今天的雪只能江爷爷来打扫了。虽然宋3岁不能干力气活了，但一点也不妨碍宋3岁在一旁调皮。안 되실 것 같죠? 저는 던져요. 딱 한 번 던지고 끝날 것 같죠? 저는 2번 던져요. 宋3岁这么调皮，也是被江爷爷宠出来的。很快时间来到福宝回国前的最后3天，这3天是爱宝乐园有史以来人最多的3天。这人流量从熊猫世界一直排到爱宝乐园的门口。当时间来到最后1天时，江爷爷来到自己办公室，看到几个节目摄影师围在办公室，江爷爷立马给他们都赶了出去。 나와주세요. 동물농장도 나오고 여기도 나오고 다 나와주세요. 너무 복잡해 너무. 아니 지금 아침에 이 난리들은 씨. 很少看到江爷爷这么生气，因为今天有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在，江爷爷既要保证宝家成员的状态，又要满足各国记者们的拍摄，所以江爷爷要把控好全局。福宝在外面接受着各国记者们的最后一次报道，江爷爷就在房间里面偷偷的看着。这天，姨姨们再也忍不住自己眼中的泪水。 姨姨们在留言板上纷纷留言，看上去很大的留言板，姨姨们都将字写得小小的，但这依旧盛满了整个留言板。江爷爷在游客走后，自己在乘坐电梯时，眼中的泪水也有些忍不住了。而福宝的年龄板也静止在了这第1034天。